他要丢那个汽油弹的时候，他都会想，哎呦，dia tolong Palestin 哦，itu ada Palestin yang tabung 哦，mau kena lah，那巴嘎难地哦，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风波了。近几个月来，大家喜不喜欢呢？现在的政府也好，整个马来西亚大环境也好，伊斯兰教主义的一些想法跟醒觉越来越提升，大家对伊斯兰教化Sharia compliance 之类等等的，到去年的巴勒斯坦课题开始又 boycott McDonald's， 现在 Starbucks 久不久拜四穿青衣就10块钱，不然爽不爽就买2送2大家都受到影响。之前有一些有边缘受到的品牌，很像 Family Mart 啊、Grab 啊、Puma 这些就比较小型吧。但是喜不喜欢这个层面，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敏感度，我觉得很多经商的人应该是要有这样子的醒觉了。刚才伟康提到的是说，有能力的一些商家或者企业家，可以做些什么？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中呢，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一期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的话题。Hi YouTube， 大家好，我是李伟康。那么今天呢，非常的荣幸呢，可以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来和我们分享这个话题哦。我来介绍张安祥。大家好，李伟康的 YouTube 频道的观众，大家好。好，安祥，好久不见了哦。是，其实我们认识有一段时间了。没错，没错，我的那个节目呢，都认识我，都请我认识很久的朋友上来去分享不同的故事的。然后我就在他的 Facebook 里面呢，看到他对于最近这个 KK 嘛风波啊，对啊，还有不止最近啦，你一直以来呢都有对这一个伊斯兰教啊，或者是穆斯林的课题呢，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意见的，可以说是我身边朋友中啦，少数对这个课题那么理解的朋友哦。是，所以或者你可以先介绍你自己的一下你自己的背景。我曾经在龙雪华堂上过班，所以就认识李伟康。当时他担任龙雪华堂团长的时候，然后过后我就到一个国际伊斯兰教组织处理人道事务，主要是帮助一些加沙、叙利亚还是国外的一些穆斯林难民的一些国家。当时那个是我主要的工作。然后过后我在那边服务了7年。7年结束后，我就觉得我其实在那边蛮开心，做得蛮舒服，然后也在那边也写过4本书，上过一个在 Mid Valley 上过一个纪录片电影。7年后我就开始转换跑道，就到目前就在一间公司处理 CSR 的一些事务。个人意愿呢，就是其实我在学术背景是念政治的。然后我的博士论文是主要研究这个伊斯兰教运动，所以为什么我对因为我对马来人就比一般人接触的比较多因为在国际穆斯林组织里面上班，然后研究这一块，所以就对马来西亚的一些我们穆斯林朋友状况就比较了解。没错，我知道你目前还是在念着博士的那个学位，对不对？是所以刚才你说你是主要研究穆斯林，那个科系叫什么哈？我们是做研究的，所以是我的论文是研究马来西亚的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运动，然后我锁定的是研究兄弟会这一边，比较是我的穆斯林兄弟会在马来西亚的渗透，然后 IKRAM 有一个叫做 Batuan IKRAM Malaysia 是我的 case study 样子，从他们以前在国外怎样演变到马来西亚一些这样子。MyK 的话，我可以说它可以说是华人里面一个词记，类似这样的一个，对，这样子让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比较容易明白。对，只不过是慈济没有积极的加入政党工作，然后 MyCare 还是整个 IKRAM 整个大体制，他们觉得政治是属于他们宣教的一环，所以他们也活跃在政治工作上。那么从你的那个我们由浅入深来谈是，如果说你觉得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对于我们的穆斯林朋友，因为我们每天都是接触那么多的，但是我们又好像很近，那么近这么远，这么看那么远这样子的，你觉得现在马来西亚华人对于穆斯林最大的误解是什么呢？华人对穆斯林最大的误解，我觉得我们有对这个群体跟群体之间有不一样的刻板印象。
这是我觉得不健康啊。我们活在自己各自的舒服圈，包括我在我的单位里面啊，我有可能是他们生活中少有一个华人在那个圈子里面的。你试想想，我们的注册志工人数全马3万名，然后我是唯一一个非穆斯林在里面7年，我离开后他们就没有了。所以很多细节生活上啊，大家都是不太了解的。我打个比方说啊，我刚刚去那边上班的时候啊，我会约，因为有一些女同事，就是因为以前我在龙雪华堂上班嘛，所以我们以前有交际过，就你来上班了过后，你就会约你认识的女同事去吃饭就讲等一下要不要去吃饭啊，就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很平常的嘛，对不对？就是如果同事男女去吃饭是 OK 的，但他们就一直躲闪我。然后等几个月后，我才明白，原来他们还没有嫁了，他们的女性很少单独跟男性就是去吃饭，就很像2个女性跟1个男性一起去吃饭是比较少有了。所以除非是很密切啊，但是因为我是在宗教组织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是不行的。所以过后他们就更加敏感啊，他们都没有讲，我那里懂。然后包括很像他们的，我有一些老板啊，他们邻居啊，还是他们有员工啊，是华人，然后他们就觉得，他的家人去世哦，要怎么办？他们就打来问我，安香啊，I punya jiran ah meninggal dunia, apa I boleh buat? Oh, Chinese senang sahaja. You pakai putih-putih, you pergi sana, then you letak duit dalam tong tu, then tulis nama. 我们给白金then 这也是让我很震撼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有一个领导刚刚往生，然后我就去啊，就跟我的同事一起去咯。他们可以上班上到一半，等一下他的入殓时间是下午1点还是下午2点，全部人就涌出去了。工作全部不用放开，就直接去那个那个土葬的地方，然后在土葬的地方那边就站住了，然后就在那边哀悼，他们会念经什么什么之类的。等要走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问题，ada tempat letak duit dah, kita nak tolong sikit lah. Oh, tak ada, tak payah. Muslim punya tak payah bagi duit punya. 我讲咁好啊，我来之前我还特地去按一个100块原本要给的。所以他们整个体制上，他们整个流程，整个upacara是没有要钱的，所以这是让我相当震撼的地方。是，所以有生活中的小小点、小小的细节啦。所以这也是我觉得马来西亚现在最大的状况，就是华人有华人同温层。马来人有马来人的同温层，连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的演算法也自然的分化我们。没错，同温层里面又再有小圈子，对，这个就是马来西亚这个社交媒体现在的一个弊病啊。对，所以有一样东西突然间爆起来的话，它比起以前啊，有可能有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是那个刚崩的人潮，但现在我们有网际网络有社交媒体啊，全部 po 上网的时候，就开始全部人懂。但当那个事件变成关键字的时候，就它的渲染力就突然间爆发。没错，加上我们真的要承认啊，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对我们的有族朋友呢、穆斯林朋友、伊斯兰教呢，我们认识真的是很少。对，就是开个玩笑啦，很多人还以为在来临的那个开斋节，那个海瑞亚是马来人的新年对。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很努力的去理解大家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同胞们，是很像。特别是我先讲这个开斋节，我在这个很多媒体每年都在讲，然后我讲一个特别的一个案例，就是 Korban， 他们都会宰牛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华人特别是如果你遇到 Korban Judi 的时候，你路边可以看到有一头牛啊是绑住啊，是要准备要宰了的，连前面有可能附近会挖一个洞。其实你更深一层的去谈 Korban 这件事情啊，其实是蛮神圣的。怎么说啊？它就是用以牛为单位，然后一只牛可以养活差不多10到20个家庭。然后呢，他们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分他的肉呢，分给穷人家吃。所以其实为什么要有这个宰牛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他们希望在那一天，然后他们做这样子的慈善，然后让我有肉你有肉，大家一起吃。所以那整个意义上对我来讲是很好的，只是有可能我们只看外表，我们强调他们很残忍呢。你看那个牛呢，等一下那个血流啊，你看穆斯林就是很残忍的宗教。
有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刻板印象认为，但是你了解它背后的意义的时候啊，你就了解因为以前啊，穆罕默德在世的时候，他们做慈善啊，分牛肉给大家吃啊，就是一种慈善来的，就让大家有肉吃。然后就分那个肉，然后用牛来做成一个单位，计算人口的单位，所以是一头牛有多少个人口，一头牛多少的人口。有可能现在他们就引用当时的这样子的传统，然后有可能对我们外人来讲就很残忍。对，我们没有看过就觉得很血腥这样子。然后我同意你说的，就可能某一件事情我们就会再加上一个刻板印象。是对，尤其是最近的这个 KK Mark 的这个事情呢，闹得那么沸沸扬扬，我们就说哇，很懊恼啊。对，现在马来西亚是不是越来走向这个极端宗教主义的那一个方向呢？对，然后以后马来西亚的商家要在马来西亚营商的时候，对，到底他们又有什么样的一个考量呢？这件事情又对他们的那个盘算，他们的 risk management 里面有多大的影响呢？所以我想问问你同时在两个sector 你都有待过，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见。先说 KK Mark 这个事情了。刚刚我们 off mic 的时候，你有跟我说，你觉得他们处理这个事后的那个反应你有一些看法的。OK， 我先认为啊 ，OK 啦，我觉得我个人相信 KK Mark 真的是不小心啊犯了这个错，不然的话几万双袜子里面为什么只有5双、6双个位数的这样子的数目？我相信这是错误，这是他们的 minor mistake 啦，mislook 啦。但是 KK Mark 本身它的这个公关处理方式，我就觉得很大的问题啊。这就有很大的问题。我先分享第一点啊。好，第一点就是有可能他开始的时候他先道歉，对的，能找几个马来同事站旁边啊，一起做一个记者发布会道歉是对的。但是道歉完了过后，他没有一个弥补方案。有时我们在做 PR 还是 risk management 的时候，有一个弥补方案。我不可以道歉完了就算了啊！如果日本啊还是韩国国家最喜欢的，道歉完了就辞职下台。然后我还是怎样？如果马来西亚的话，辞下主席，你做普通董事多2年再做回董事长也不用紧了吗？等那个风头过了以后的话，没有人理你的吗？对啊，等你成功上市你再做回董事长啦。所以你现在这个风波，你下来你辞职，你可以辞 as 他的董事会主席，但是我 remain as 董事。As director is not an executive director 不是chairman， 我只是变成普通董事，连换你的弟弟啦，换你的老婆啊上去啊，然后再换回来，不是解决问题好咯，又好看。对 ，OK， 这第一点啊，道歉对啊，但是没有一个弥补方案。我们讲的弥补方案是什么？比如说，你就突然间冒出每一个 KK Mark 都有一个 Palestine 大bomb，我们在这个斋戒月里面做错了，真的是不可弥补的事情。但在神圣的这个月里面呢，我们把筹到的钱帮助我们正在受苦受难、即将要灭亡的巴勒斯坦，还是加沙的人民。我们这边可以3餐温饱，那边3餐温饱都不好。对，不是解决另外一个公关问题没错没错。所以加分人家骂你的同时，又突然间，哎呀 ，OK 啦，dia pun tolong Palestine 嘛 ，OK 啦，jangan boycott sangat啦。他要丢那个汽油弹的时候，他都会想，哎呦，dia tolong Palestine 哦，itu ada Palestine yang tabung哦，mau kena lah，拿bakar nanti哦，所以就解决了这个风波了。有可能你会觉得我是马后炮，但是我跟你讲，这事情发生第3天的时候。其中他们整个团队的律师团的其中一个律师有联系我，好，我有提供这样子的建议，但是有可能不被采纳，有可能还是怎样啊？对他觉得就有可能不需要，风头过了就算了。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多做猜测啦。这是第一个他做错的事情。第二个做错的事情就是过后，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KK Mark， 他有找来一个网红艺人，一个饶舌歌手叫 Caprice。的一个人呢，跟他也不是讲，他就是跟 Caprice 来访问这个负责人，这个 Dato Sri， 然后就跟他讲整个 SOP 是怎样的。这个很糟糕，这个我觉得糟糕。你就跟人家讲你没有错，有点尝试说
错不于我，类似这样子的。对，这个举动呢2个错，第一个错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在做解释，在做掩饰，而不是有诚恳的道歉。第二个最错的人就选这一个饶舌歌手。这个饶舌歌手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不是很熟悉。对 Caprice 其实你可以找的话，他现在是目前他有一个自家的品牌主理人，是卖这个壮阳药的主理人啊。他以前呢，他出名呢是因为他跟 EBIT6，如果大家比较华社比较听过的这个宗教史呢，他们以前是要去做慈善，过后闹翻的。EBIT6 对EBIT6 就闹翻的一个人。然后这个过后这个 Caprice 就已经闹翻了。OK， 因为某种程度上我知道他EBIT6后面的那一个背景，我想也是清国政，也是清国政的嘛。所以当时 Caprice 已经是跟清国政应该是清巫统了，这样子会比较好，清巫统的那一方的。然后 Caprice 就跟这一方闹翻了，所以现在你 KK Mark 你又在 Caprice 来你是火上加油，你没有灭火。对，因为那个巫统的人讲，这个就是我讨厌的人，你又找他来跟我做解释，所以我觉得 KK Mark 的公关，几乎上有可能连基本知识都没有了。你找随便一个，因为穆斯林群体里面，他们有一些叫做Dakwah 歌手，就是他们已经不要作为普通歌手了，只是赚钱的歌手，他们要宣扬伊斯兰教歌手，他们会唱一些伊斯兰含义的歌曲，会参加伊斯兰教的活动。这些歌手啊，其实很便宜吧？你免费来给他，还是请他吃一餐饭，他很感激你的。你找随便一个来啊，都解决问题哦。对，但是你找到这个饶舌歌手就出了问题了。是，但是照你这样子来所说我也在网上呢也看到一个理论就是说这个 KK Mark 后面他们是Perikatan Nasional 的金主，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现在他又找到清PN 的那个歌手来，你觉得他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呢？你自己怎么看的？首先我曾经有在这个 KK Mark 这个领域里面上班过，然后以前我是算 KK Mark supplier 的一个 salesman 这样子啦，我曾经在那边上班过，所以我知道这整个 retailer 的这个行业里面包括 supplier retailer 都好，他们不会很明显的跟你讲他支持某个政党的。因为为什么会他们的品牌塑造不简单。KK Mark 要打这个品牌不是一朝一夕的，要用很多年去堆叠起来的这个一个名堂，所以他们不会放在一个阵营或者一个政党的身上。如果我有仔细去看他们讲他们是偏这个国盟的话是从一个 Lawyak.net 的一个 forum 一个 post 啦，一个 post 一个写手写出来的。如果你仔细去看他穿的衣服他们拍的衣服跟穿的活动也不是整个 PM 是红色蓝色嘛，如果是 Bersatu 就红色嘛，然后 Pass 就是青色嘛，也不是。他们是一个属于我看到的是他们跟一个那个Sanusi 这个吉打州大臣他们办的一个活动，他穿了一件 jersey 中间有个 KK Mark 的字，但是那整场活动都没有 PM 的 logo，也没有 Bersatu 的 logo， 也没有 Pass 的 logo， 反而是吉打州州政府的 logo。 一个州政府的以一个 sponsorship 来讲我是 sponsor， 我 retailer sponsor 给这个州政府办一些足球赛也好办一些娱乐活动也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也看到之前他们把KK Mark 的那个 Datuk Seri 跟这个安华拍照在一起的时候再拍在一起，所以我就可以讲他是公正党的 sponsor，还是 Simon sponsor， 也不会这样子讲嘛。我觉得作为生意人来说，从生意角度来看，两边都会下注的。对，雨露均沾，雨露绝对所以我自己没有这一方面的那个证据了，所以就想问一问你的那个意见。我觉得特别是这种 retailer除非是他跟这些政治人物后面有私交，我先不谈。如果以一个商业模式，他们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如果是 sponsor 给国家跟政府的 ，OK， 没有问题。假设讲安华在Dataran Merdeka 做一个大吃会buka puasa多，然后我请大家吃饭，我就是请西蒙吗？不可以这样讲吗？他是 support 整个国家政府办这场活动吗？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他们最怕就是他们的品牌被背歌，或者是被给人家塑造成 KK 是清水了，因为赚钱的人谁的钱都要赚。
我没有亲马来人、印度人的钱我不赚啊，什么你支持巫统的钱我就不赚哦，有钱大家一起赚。这是生意人的想法，我觉得华人都认同了。没错，我这绝对很有共鸣的，就是大家都知道呢，赚钱的话，其实没有分谁的钱都要赚，对，而且对于老板的角度来讲，对于精明的老板来说的话，更加是如此。是，赞同。然后你觉得KK Mark 他们会发生这样子的一个风波啦，他们就有人会有一些阴谋论啊，说有人是在贼庄要去陷害他这样子。如果以你对于这个刚才你说是 FMCG 的这一个领域来看哈，你觉得是怎么样？尤其是 KK Mark 的这个架构啊。我曾经我的工作有一段时间一天要走差不多7-8间 KK Mark。看我的 product 有没有摆在对的位置啊，有没有勾货啦，有没有写货写对啦。我一天要走7-8间，然后过后要写 report 的，因为为什么我们的位置全部是有租金，一个飞行多少钱这样子的，然后向哪里向门口要追谁的隔壁，然后每一个都有 SOP 的。所以 KK Mark 因为他要营业24小时，不是马来西亚人都要做的工，然后他又开那么多间店。所以他在雪隆区以外我不确定啊雪隆区里面呢，他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孟加拉员工的一个制度了。讲啊，他们的 regional manager 到 outlet manager 到 area manager 的 level 都是孟加拉人啊。我赞同，都很少看到有马来人啊。对Speed 99反而有看到对马来，但是KK Mark 的话。都是孟加拉的那个朋友，再来就是孟加拉朋友再加马来人或者是加华人。我有遇过在 Starbucks 就是一个华人，然后4-5个孟加拉人，但是他们的领导全部是孟加拉人如果你是做 outlet 的那种收钱的那种啦，通常你的老板一定是孟加拉人。如果在雪隆区的话 OK， 他们已经是有很好一个制度，然后去处理了。OK， 讲回去，孟加拉人做工作的一些态度呢，就有可能他们比较是fulfill 一些满足一些功课的任务，他们不会做多给你，他只会做，你叫我做1到10，有可能我做到1到8，做到1到9，你不要 expect 我做1到10你要开心，我不会做1到12。所以有时候我的面包，以前我卖的东西他们就不会看少了，他们就会补满，他们很少会这样做，要去问，要去讲，要去教，他们看到那些货品完了，他们才会去补满。所以是这样的动作。所以如果你看整个 KK Mark 的结构它最好卖的东西都是放前面的，不好卖的东西才放后面。对，但是去 KK Mark 没有注意过下次你去到任何的 retail 的话，对你要注意一下什么东西好卖的。对，他们其实有风水布阵的，其实都是有人 study 来的。每个人进去 KK Mark 待多少分钟，基本上会买什么用品，他们都有一个很好的 study 来的。他们已经有很好的策略 OK， 卖糖，你有没有注意到糖纸都是在那个 cashier 下面的，然后 cashier 下面旁边附近都是有一排水的，然后水是深在里面的。通常第一排的是什么？啤酒有没有发现？你们会注意到啤酒过后就到什么到饮料下去了，它就沿住下去。然后有时矿泉水要让你找的，所以但是袜子跟鞋子，马来西亚人想一想，我们去 KK Mark 会买袜子跟鞋子吗？很少咯，非不得已咯。你什么状况你会买呢？就是真的是走到一半鞋子坏了才会特地走到 KK Mark 里面看有没有卖袜子跟鞋子，这是必不以内嘛。所以必不没有选择的基础上才会有，所以那个东西都一向来不是 KK Mark focus 的一个产品来的。所以如果又是孟加拉人做工，然后那个又不是风水位他就要顾前面给他满满货不要少嘛，后面就有时有看有时没有看老板讲那边要补满一点就这样补上去。所以再来孟加拉人有可能对伊斯兰教这种敏感度有可能没有马来西亚穆斯林那么深 OK， 所以有可能他们就不以为意，就这样子随便就把这个袜子这样子吊上去。所以我个人更倾向是相信这真的是一个 careless mistake， 但是也不可以重蹈覆辙，这种敏感度是要有的。但是又是孟加拉人，我有可能我相信那一个 outlet 多数都是孟加拉人有可能
有可能十个他未必看得懂那个东西，对，他都未必有看得到啦。因为阿拉嘛 ，ALLAH 嘛，有可能他是用他的字写的嘞，他的字的阿拉嘛，跟他的阿拉他那一懂，有可能他 alphabetic 他都不会念，所以在这样子的基础上，我相信 KK Mark 真的是在这方面是真的是一个过失。但是要有责任，要有责任型的去道歉的过失，而不是这个肯定是过失啊，有脑的人都想了，你这样子想的话 ，sorry， 你在做 Malaysia， 你要做 volume game 生意，有可能你不适合。说从 KK Mark 的这个事情上呢，我们看到有很多留言啊，我们有一点不解，为什么马来同胞社会他们对这个事情那个反应有那么大，会激起那么大的反应？即便可能我们看到可能阿玛萨利他是有在炒课题啊，好，为什么他会炒得起来 ？OK， 我觉得我用3个点去看这件事情好了。第二个点就是大家有没有回忆起啊，以前啊，低骂九儿事件，低骂对，硬讲他是法迪骂，OK 啦。所以我相信这些就是有一些有心人士在开始玩弄跟炒作这样子的事情，然后把一些小小的缺点，然后就开始不断性的放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是觉得刚好这件事情发生是在 Ramadan， 又在这个神圣神节的Ramadan 的不一样，就是如果你在马拉丹里面做慈善啊，你的慈善是普通时间的2倍 ，double up 的 ，double up， 所以你的巴勒是 double up 的，所以这是第二个事情。第3个事情，我觉得是揭露这件事情的这个华裔穆斯林宗教师啊。这个人呢，相比于其他宗教师，我形容他是这个王师傅啦，我们叫他王师傅好了。他是有夺的，他是有夺的，他有一个外号的。对，就叫我们叫王师傅就好了，因为避免这些讲到他名字会敏感，等一下伟康的 YouTube channel 就遭殃。OK， 就这王师傅呢，他比一般的一些宗教老师呢，比较有商业头脑跟商业眼界。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做这个 Dakwah NGO 的，就是做一些宣扬伊斯兰教的一些正知见的一些单位，他们是可以拿到政府的 grant 的。他们可以拿到政府 grant， 他们只要炒作一些，他们只要证明他有办多少个 event， 有让多少个人信奉伊斯兰教，然有一个 KPI， 他们就可以拿多少钱。这个王师傅比较厉害，他不只拿马来西亚的钱，他还拿国外一些 embassy 的钱，包括沙地阿拉伯也曾经翻过这个他的单位所以给他遇上国外势力的是国外势力、国外资金来资助本地的 NGO， Dakwah NGO，所以呢，这个王师傅呢，他非常的有经验。为什么？他曾经绊倒过Adomi，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一个直销产品叫爱多美爱多美呢，曾经他的 official website 呢，他就有他的创办人有介绍，爱多美呢，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宣扬 Christianity 的这个字真的是给他 screenshot 下来，在他们的 official website 真的是有，他就抓住打着不放。爱多美这个直销公司被迫 Malaysia 的持有人是Datuk Seri马来人来的下来跟他谈判，谈了很久。然后我知道最后是连丁家奴爱多美在丁家奴里面是不可以售卖的，因为它是不符合伊斯兰教教义的一个成分。你们要卖，要在丁家奴的州以外才可以购买，才可以做生意，才可以挂牌，就是挂那个招牌做生意。所以这个人有这样子的前科，所以他尝到那个味道，因为有流量。吃了甜头了，所以他专门有设计有一个团队。因为我认识他一个前团队的人员，现在出来的一个华裔穆斯林，他的团队巡查员我称为宗教型伊斯兰教型巡查员。然后这个巡查员呢，他 full time 了，他给 full time 薪水养，我相信加 management member 有20个左右有些如果你信奉伊斯兰教了过后，你是华裔穆斯林，然后你的家人不要你没有地方住，他可以给你租房间给你住，然后你来跟我做工，他给你薪水，然后我们就来做Dakwah。他非常厉害，所以他专门就是我觉得比起其他宗教师，他的使用的方式就是
比较 progressive， 比较 progressive， 然后是属于践踏型的，它是践踏型某种种族跟某种文化来提升它是更好的是穆斯林。我打个比方说，为什么我这样讲啊？是有根据的。我的宗教师啊，州宗教师啊，允许在回教堂里面啊，可以朗塞，可以捞生的。对他们来讲，是只是吃东西，是一种食物，又是哈拉的，A 哪里都有卖的，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一个王师傅就跟你讲，这个东西你懂捞生啊跟舞狮啊是拥有朝拜膜拜宗教成分信仰成分来的，我们穆斯林不可以做。OK， 他比宗教师厉害，他比马来人更加马来人，跟比穆斯比对他为了要宣扬这样子，对我来讲往往类似这样子的人是自卑吧，要掩饰自己的自卑吧，然后他就鼓吹这样子的东西，所以这导致什么？这导致很多华裔穆斯林其实也未必赞同他这样子的说法，因为大家捞生的时候，你们真的是有在拜那个天空咩？大家只是讲兴旺或只是讲爽罢了吗？那朗塞只是这样子朗一下罢了，你的宗教就受到影响的话，这样你的宗教真的蛮脆弱的。没错，所以我认识一些华裔穆斯林，他讲没有问题的啦，朗塞只要哈拉什么东西，这么捞生不可以吃。这只是那个动作罢了吗？没错，所以就经过黄师傅这样子的一个加持了以后呢，他就有一个说法了，就给人家有一个说法。对，所以我基于这三点，导致 KK 马克提延烧至今，到一发不可收拾。你有没有发现到他上庭啊被控诉的那个速度很快一下？很快，对，没有多少，一下子就排队就到齐了。是。所以这个政府呢，可能也看得出他们想要降温，立刻把它处理掉。是，无论是有罪或者没罪也好，先摆一个姿态说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控上庭了，然后现在就进入法律程序，大家都开始闭嘴。对，有这样的一个迹象，有这样的一个意图在里面啊。是，不然的话，我相信政府也怕这个事情他们收拾不了。对。好，那么我再想问一下说现在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经商环境啦，你觉得作为可能比较有资源的一些企业家、一些企业，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一方面的突发事件呢？很像，我觉得这近几个月来，大家喜不喜欢呢？现在的政府也好，整个马来西亚大环境也好，伊斯兰教主义的一些想法跟醒觉越来越提升，大家对伊斯兰教化Sharia compliance 之类等等的。到去年的巴勒斯坦课题开始又 boycott McDonald's， 现在 Starbucks 久不久拜四穿青衣就10块钱，不然爽不爽就买2送2，大家都受到影响。之前有一些有边缘受到的品牌，很像 Family Mart 啊、Grab 啊、Puma 这些就比较小型吧。但是喜不喜欢这个层面，在马来西亚的这个敏感度，我觉得很多经商的人应该是有这样子的醒觉了。刚才伟康提到的是说，有能力的一些商家或者企业家，可以做些什么？以前啊，华团啊就很喜欢搞华研啊，搞一些文化活动啦，还是讨论一些种族就是华族的一些历史啊、博物馆啊这些这样子的。但是我觉得现在中小型企业，还是一些企业大佬，你要为接下来的人开始铺路了。喜不喜欢马来西亚华裔人口将会越来越少，在接下来的20年，我觉得大家都认同我了，是会越来越少，不会突然间蹦上来了，是会越来越少了。然后当我们是少数穆斯林，我们要讲在这个多数穆斯林的国家里面继续安逸的生活，这少数非穆斯林了，是我们这些少数非穆斯林。当然华裔商家有很多是做生意的，如果你的生意只做华人的 market 罢了的话，这样我就觉得没问题，你就可以不理咯 OK 咯，还好。但是如果像伟康做 YouTuber， 有可能有一点点影响啊，因为为什么？可以 subtitle 可以 translate， 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他开始又 boycott 你啊，连到 YouTube 没有办法，要封锁你，我不知道。如果你只是在一个小贩卖东西的话，会不会影响？
有可能你有用到猪肉的话啊，猪肉会比较高价钱哦。还是如果我用鸡肉什么什么就还好啦。但是我觉得这整个大环境，大家应该要有一些穆斯林敏感度的一些醒觉运动。对，要提升。特别是如果我们市场上很多 business consultancy， 但是有没有人讲他自己是 Sharia compliance？ 不会必要 Sharia compliance， 会有提供 Sharia advisor 或者是 Islamic advisor 的business consultancy 很少我敢讲没有啦。如果有的话，有可能我有可能有的话，通常是教你怎样去拿哈拉 certificate 罢了的，对一个 SOP 罢了的。是。然后如果你是跟我讲这种 PR 这种敏感度啊，他们怎样会做？其实都不了解穆斯林要怎样做。看到这个影片的朋友可以联络，有这样的需要可以联络安详。有可能我在 business consultancy 不可以很专业意见，但是我知道身边有一群马来朋友，我之前有一个朋友是在Busan Malaysia Sharia Compliance Department 的 head， 他专门是看我们的上市公司哪里一个是 Sharia Compliance， 那一个是没有 Sharia Compliance。好，政府在长远来讲的话，要分化这两样东西。Sharia compliance 有可能给多你一点点方便 policy 的方便之类等等的，然后没有 non Sharia compliance 的像酒啦什么之类的一些公司啊，有猪肉的饮食业公司啊，就有可能放一边。这个你是说以后政府真的是会把它们会分出来？长远他们有这样子的，有这样的打算。现在马来西亚已经有我所知道的啦，有不少过差不多接近5间 Sharia compliance 的医院。讲讲 Sharia compliance 医院啊，你从 SOP 啊，就是除了符合我的 supplier 哪来的药，全部都是符合 Sharia compliance 的，都是哈拉的 logistics 送来，全部是用哈拉的 transport。然后男生是医男生，女生是医女生的。哈哈，可以去到私人医院。我讲不是国家医院哦，是私人医院哦，已经有 NGO 开始做这样子的东西啊。就是他整个 SOP 其中一个是男生雇男生，女生雇女生，因为他想到有一些女生有可能给男生的的一些医生还是一些护士，然后会有所避讳，所以他们做这样子的 SOP 出来。明白。他讲如果这个可以做到的，如果是战区内当然是没有关系。对穆斯林来讲，但是如果是在我们有充足的资源跟安排的基础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做？他们开始做这样子的东西。明白。Sharia compliance 的医院，然后很多东西这样子的安排越来越多。如果你做的生意有了马来西亚，我们华人常讲嘛，如果你生意要做大的话，一定要做马来人生意。没错。如果你做华人生意不好的话，你肯定是小企业，不然就是有局限的企业。如果你要中小型企业来讲，一般上你都有马来人客户之类等等的。你一定要了解这些马来人的一些概况了，你的生意才可以做大。没错。我打个比方说，以前我服务的单位啊，他以前他是 retailer 来的，他以前啊，我们只是放他是华人老板，他是有一个总经理是马来人，他就建议他老板，我们放那种捐款巴勒斯坦的箱啦，放在我们的 retailer 的 outlet 里面啦。然后他就讲，OK 啦，你这样坚持，给你放2个了。那你知道越放越生意越好，越开越多间。单这个 retailer 以前给我服务的单位啊，一年是过100万的款项捐助，而且没有得扣税的。为什么？因为以前我服务的单位是援助国外的穆斯林，所以没有援助到 Malaysian 的穆斯林，所以很多是国外难民区的那些打仗区的一些穆斯林啊，所以我们没有的 tax exemption。所以没有的扣税，他愿意每一年给100多万。OK， 所以可以看得出那一个群众的力量跟群众的支持度，因为他有放了那个箱子而有所提升。是形象，整个企业形象变正面了。所以如果要我简单的讲这个 KK Mark 事件的话啦，我觉得有2个重点可以讲。第一个重点就是马来人之间的兄弟情。阿拉伯语叫乌库啊，就是他们的 brotherhood。我们会不会发现到很像马来人啊，他们很喜欢大家一起来多啊做一件事情的好事啊，生意啊还是什么，大家都很喜欢 gathering 这样子的，要促进他们之间的感情。相比于华裔族群，现在就比较山头主义，我们有可能过年的时候大家都想旅行避年了现在但是马来人是不会了，哇 gather 一起啊，哇越多人越好啊，这是他们兄弟情之间的一个状态。我不是讲华人没有可能我们祖父那个年代会有
有可能到我这个年代，我90后以下的就有可能开始就越来越欠缺了欠缺这一份情啊，是这一份情。所以在穆斯林里面，他们因为有这个宗教的羁绊，所以他们还是能够有维持这个很强的 brotherhood，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怀的。是第二点是 jihad 的部分，就是圣战。圣战啊，不是 IS 啊，就是做人肉炸弹啊，就是圣战。对他们来讲啊，你去做慈善也是圣战。圣战是不对的translate啦，比较对的translate叫做斗争。你做慈善，你去做人道活动，也是一个斗争，是一个 jihad 的一种。然后你今天可以做好一个好的穆斯林，你不去赌，你不去玩 money game， 你也是斗争赢了自己的贪念，然后不去赌，不去做什么。再来就是当然啦，不反对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伊斯兰国家被别的国家侵略，打仗侵略，然后我们反抗也是一种圣战，也是一种斗争啊，就这样是一种斗争，很像巴勒斯坦课题，他们是觉得我们也是一种斗争来的。再来 KK Mark 事件对我来讲，就是非穆斯林他们就基于我要宣扬正确的伊斯兰教的基础下，然后要改变你们的想法的基础下，他就用宗教的含义让你们去斗争。但是很遗憾的，这个斗争加上这个兄弟情，就变成在马来西亚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力量。所以 Starbucks 为什么不是他的对手？没错，到 Starbucks Vincent Tan 都出来看报纸啊，是讲 Vincent Tan 都出来，不要再这样 boycott 了啊！我的钱还要赚很多，我不懂。OK， 这题外话，但是这导致 KK Mark 课题越走越情绪化，越走越极端，到接有武力的状态，没错，丢汽油弹啊，都影响其他人啊之类等等，号召人去门口示威啊，对，是好。我觉得示威是一回事啊，但是大家的情绪已经是不正确了，大家的情绪已经是走到很情绪化了。没错，所以接下来就是要有资源的人去降温咯，就像刚才我所说的。对啊，我意是伟康讲的降温。第二，我建议的是比较居安思危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大家不要在每天OK 啦，文化活动还是要继续做，但是居安思危就是要想未来我们要怎样在这个穆斯林多数的国家，我们少数非穆斯林要怎样继续活下去。你看看你的孩子，你看看你的孙，你看看你的曾孙也好，接下来的环境会不会越来越好我不知道。这样子的种族关系我当然希望是越来越好，所以我常常参加一些跟华裔穆斯林的一些活动啊，就去多多了解他们。没错，因为我是希望有一天他们要讲出类似这样子的话的时候，他会想想，其实我有很多华人朋友，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子用这样子的做法？然后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在做慈善的时候，特别是如果你是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你常常应该会有做一些 CSR 活动吧？有可能可以拉买穆斯林全部一起做。好，就是老板做善事也不是利于华人罢了，也利于一些其他人。没错，很像会馆啊，华团也好，就是很小小的活动，大家可以一起做。我有看到0年1基金就是邀请一些华人去回教堂一起去开斋这样子的活动，我觉得这是很好的开始，但是不是你做 report 的 KPI 罢了，是应该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当然，他是踏出了第一步了。那第一步很重要，那第一步非常很重要，所以我非常值得鼓励的。我是觉得开始大家也开始一起做，没错，就每个人一起做。Instead 我们庆祝华人新年，庆祝买开斋节。对。谢谢，今天非常感谢安翔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了，他自己的一些从他专业的角度来去分析这个 KK Mark 的这个事情。在这一个环节我们就先讨论到这里为止。好，你还有什么东西要补充的吗？没有，暂时先这样。好，所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这个话题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 like 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同时呢，你这个Podcast 的 version 呢，也能够在有种人的这一个平台里面去听得到的。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安翔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OK， 谢谢大家，谢谢伟康，谢谢。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拜拜。谢谢，拜拜。